成为人们飞机轮子有动力吗？是前驱还是后驱？飞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出行工具了，但是经常有人提出疑问：飞机的轮子会产生动力吗？如果不能产生动力，那只能用来缓冲吗？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飞机的轮子和动力。其实飞机的轮子上面只有一根轴，没有其他多余的装饰。轮子上的轴主要是用来收缩轮子的，在轮子不使用的时候，它可以把它折叠收紧飞机的腹部。那么只有轮子和轴这么简单的搭配，必然是不能拥有传动系统的，这就让人疑惑了，为什么不在飞机的轮子上安装动力系统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飞机的轮子在飞行中要承担很大的重量，不适合安装多种复杂的系统。在前轮上本身就设计了一个转向系统，主起落架机轮上又有刹车系统，这两个系统就已经足够复杂了，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安装传动系统。其次，飞机自身在机翼或机尾处都安装了发动机，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就可以使飞机平稳运行，完全不需要在轮子上再安装动力系统了。此外，在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在机场上会看到两种场面，其中一个场面就是牵引车带动着飞机移动，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，都是牵引车在发挥着主力作用。既然能带着飞机这样的庞然大物来回行走，那么牵引车必然不是一辆简单的汽车。别看它矮小，事实上它身上科技含量非常高，不仅灵活而且稳固，随便拿出一辆，价值也能高达几百万。另一个就是飞机自己在机场来回移动，这和它在天空上航行没有任何区别。失去牵引车，它们的动力就都来源于自身。一般情况下，喷气式飞机向后喷射气流，施加作用力，通过空气的反作用力来推动飞机向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飞机推了空气，然后空气反过来推了飞机。在我们所说的这两种情况下，飞机的轮子都没有发挥动力的作用。其实，飞机的轮子本身的作用就是在调转方向和辅助飞机起飞或降落。轮子本身上安装了一个制动系统，也就是说，在滑行的时候配合着发动机，可以有效控制滑行速度。通常情况下，在没有牵引车的帮助，飞机想要往前，只需要启动发动机。但如果想让飞机后退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给汽车掉头，我们会发现汽车的轮子可以是反着转的。然而飞机和它不一样，它想要后退，必须得拐弯绕一圈，这样才能达到掉头的目的。